而学习古人的东西啊，很困难，就是什么？很困难的就是他们面临的环境、面临的人，跟我们现在相差太远，所以他们的思维方式跟他们立德、立功、立言的方式，跟现在我们的理解不是一样的。他们时常什么？越是高明的人，他做事情或者立言，他不会，比方写一篇文章就把所有的事情讲讲得明明白白，不会，他不会去花这个头脑，花这个心思的，因为他自己知道也说不明白，所以你看都是东一句西一句，都是东一句西一句的，他不像现在写论文。以前真正的练的人，真正修的人，他不会坐下来写一篇论文嘛。说老子过函谷关，被要求写一篇才能让你走，这根本是胡说八道嘛。老子要走，他还能拦得住吗？是不是？那他作为一个晚辈，他要跟老子学道。他能够有这样的要求吗？不可能嘛。那老子真的被逼下来，老子写出来的东西，你知道是真是假吗？你知道是对是错吗？不可能知道嘛，是不是这样讲？就这个金庸也明白嘛，金庸也懂嘛，要他背一篇那个口诀嘛，《九阴真经》，它里面随便改。倒着念嘛，改一些字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嘛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以前对这些人没有这样的事的，这是后面的人瞎编的。我们看古人的东西，你要东一点西一点，每一篇你去抓一个重点就好。然后你要有能力，把这不同的文章、不同人写出来的那个重点，你要有能力把它们组合起来，看出他们之间的关联，然后你才能了解他们在讲什么。比方有一个大问题，我不晓得道教或者研究道家理论的有没有人在研究，说能量啊，聚则为形嘛，散则为气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它的常态是散还是聚？一直在变化嘛。第一个问题嘛，它一开始的常态是散还是聚？散。第二个问题，什么东西让它聚？这是不是很重要？什么东西让它聚？有没有人研究什么东西让它聚？散除了自然的逐渐消亡之外，那个散之外，还有没有什么条件让它从聚马上散？因为聚它是一个有意图的事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不是？否则你不要聚啊，聚成形嘛。所以八卦以后的全都是聚，八卦以后都是聚嘛。为什么聚？因为它成了八卦，每一个东西，每一个成形的东西，有它的一个功能，有它的一个目的。所以它聚成形了以后，它有这个功能，有这个目的，然后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，它有它的角色，相互搭配、相互运作，而形成这个世界很丰富的世界。这是它为什么要聚成形嘛？那请问啦，是什么原因、什么方式、什么条件让它聚？有没有人研究？起码我目前没看到，都是大家都会讲，聚则为形，散则为气。
可是这个是你要理解道家的这些东西，天地观最根本的东西嘛。这个是最根本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所以大部分的人在研究的时候，他都是什么？照着古人的东西来研究，那个类似考古，类似在古人的文字里面去做钻研嘛。可是根本的问题你没懂啊，根本的问题你没理解啊。根本的东西，这种属于哲学性的，属于哲学性的东西，属于玄的东西，根本的东西你不理解。所有玄的东西一开始一定是为实用性而产生的。所有我们看着玄的东西，它当初一定是为实用性而产生的。这是天地之理，天地的道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有我们看的这些东西，它生存在这边都有它的实用性。所以什么让它聚？为什么要聚？这是一个大问题，是吧？你们可以放到心里面。我心里稍微有答案，可是我不肯定，我不肯定，所以我要问，研究道教，有没有人研究这个题目？有没有人讲出来这个？这就是我们要去认识一个东西啊，认识一个东西，因为它是长久，它经过长久的时间的演变，它的真理啊，一定是散在各个不同的地方的嘛。它一定是散在不同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必须从不同的地方抓出来。你看一本书，不一定要看完啊，不一定要背完，抓里面的重点。它这一篇里面主要最重那个文章的眼睛是什么？抓出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然后你看到另外一个人讲类似题目，他的眼睛是什么？也把它抓出来。你慢慢放在心里面。慢慢你会发现到他们之间的关联性、因果关系，或你了解到他们要表达的是什么，你才能懂，因为经过那么久的时间，跟一条河一样嘛，从源头一直下来，本来是很明确的、很清澈的水，慢慢下来以后，它就变成污浊了，慢慢浊了，慢慢里面的东西越来越多了，然后分的支流也越来越多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有的事物的发展全都是这个样子嘛，所以我们要认识这条河的本质是什么。你只有溯源啊，找到一开始的那个啊。那有时候你就算找一条河的源头，有时候都很难找。有形的河的源头有时候都很难找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更不要说这种属于思想性的东西了。武术的东西也是一样，它所有的东西，它只要在武术里面，武术是实用性的，最实用的东西，最讲实用的，它里面不会有玄学。它所有武术本来有的，包含的我们认为是玄学的东西，当初一定是为实用性而存在的。不是后来人家把玄学的东西加进去，那个是另当别论。这样不懂？所以我一直强调，我们学这个东西要回到根本，就是说我们练拳，我们习武练拳，我们用的工具是什么？用的工具是我这个身心。好，我的身体是什么？我们可以用的是什么？这个是最根本的吧。所以你要搞清楚我们的身体可以用的是什么，从外到内，从肢跟体气血或者力或者精神
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我们可以用的？然后这些是我们武术可以用的，我们可以支配的元素。那我是不是要把这些元素把它先强化起来，我才去做后面的事嘛？是吧？跟你要学书法一样，要学书法不是一开始就去临帖，就去临这个碑那个碑，这个体那个体，不是，那都是那都是细微末节。你要学书法，你要书法的元素是什么？谁有练书法？书法的元素是什么？啊？永字八法。什么？写一个书法的元素是什么嘛？笔画。这要考虑吗？不是啦，你们都想得太复杂了。第一个是不是笔？笔墨。第二是不是墨？墨纸砚。是不是水？然后是什么？然后是字。所有的书法都是这些东西的组合嘛，运用嘛。所以笔分成什么笔？苏东坡用的笔跟我们现在用的笔是不一样的。以前用的是刻的，他用的笔是刻刀，有的笔是用鸡毛，是不是？那个笔都是不一样嘛。所以你先要懂什么笔写什么字，你要会用笔，笔可以做出哪些变化，要研究笔。第二个研究纸，你是写在什么纸上面，能吸水的，不能吸水的，吸水的程度多少，是不是？然后研究墨，你现在没有用磨墨了，现在墨跟水都在一起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而你还是要研究，你才有浓淡嘛，你写出来才有浓跟淡嘛，然后才是字。我要写一个我的河，我这个河是由哪几个笔画组成的？啊，然后我怎么去排列它，怎么写它，哪个粗哪个细，哪个高哪个低，是要写成长的还是写成扁的？这个是字的变化，所以我理解每一个字的可以有的那个变化可能性，然后我才写。写书法是不是应该先懂这个？你能掌握了这4个元素了以后，你在这4个元素的综合，然后出来千变万化嘛。所以你不是一来就临帖嘛，听不懂？所以我们做所有的东西都要回到最根本。你们有学化学的，不是先要懂得化学每一个元素吗？每一个元素你懂了，你才知道什么元素跟什么元素在一起，它产生什么变化，我才能做下面的研究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为什么我们到练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没有人这样想呢？听不懂？这个是我们用的工具啊，我们练拳使用的工具啊。你懂这个工具吗？你会用它吗？这样懂吗？所以我们学任何东西都要回到，不要管外面多花多乱，有多少的吸引人的东西，回到最根本，这个学问的元素是什么？造成这个学问，让这个学问变成可能的元素是什么？你要学音乐，音乐的元素是什么？然后你每一个把它认识清楚。你要绘画，绘画的基本元素是什么？把这些东西搞清楚，不是一开始就学什么派，听不懂？所以这个是我们把那个认识清楚，我们才知道我在做什么。好，有问题吗？哎，我想问这个，今天一开始讲那个二虎导心的时候，说是整个身体一起进去的，然后身体带动脚等于是被拖过去的。那个拖应该是指说你身体移动带着那个脚过去，但是脚的移动应该还是不能这样吧？脚要帮助刹车，尤其是后脚。可是之前老师有说过，就是移动的时候脚是要
每个点不能用拖的这样。那个是什么东西？那个是移动的时候，那是应用吧？应用千变万化啊！你不要把一个理认死啦。是，听不懂？所以应用是指25导星这边是一个应用，它是一个应用嘛？它是一种腿的力量的应用嘛？那你要运动灵活的时候，你当然要收得快啊。这样不懂？这些都是应用。所以我刚才讲你的工具是这个，那这个工具可以怎么用？每一种用法产生什么效果？这个是这个啊。所以25导星这边的话，它就是真的是脚在地上去帮助你那个力量的刹车。你如果打出去，我2户导星如果打出去，这个人退了，那我就不要刹车啊，我这一腿马上就往前上，就扑过去啊。听不懂？那是应用的变化啊。好，还有问题吗？速度先练出来。就是坐低，你屁股翘起来，那个属于后拽袖的。对，屁股翘是因为你前面的支撑力还没有，你前面能拉得住了以后，你就不会那么翘了。而且它不是翘，它是刹在腰上面。你要看很多拳，他也是嘛，很多老师傅他都是，他一摆是这个架势嘛，这种架势是打斗架势嘛。所有的动物要打斗了，它是不是这样子？相扑它是不是这样子？摔跤它是不是这样子？所有的打斗都是这样子，而且站下去了。那现在中正，所有都搞一个中正，你站得高嘛？你没有下去啊。你站得高，你可以应付前面来的压力吗？不行嘛，这是简单的道理嘛。听不懂？单方向的压力，你要对抗它，你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的嘛。中正的东西是它本身中正啊，可是你一个方向的力一大，它就歪了嘛，因为它没有足够的四面八方的支撑力嘛。听不懂？哎，啊，所以这些都是什么？这些也是一样。它是应用的变化，它是应用的变化。你要放松练气，你就站正嘛，你就站正嘛。你是要练打斗的，你的势就要出去啊，你就要有势啊。啊，还有问题吗？好，那下礼拜见了啊！哎。